林瑶的灾难其实从花狗进镇的那天就开始了。4、5天之后，花狗回到了村上。花狗把他的挂桨机船靠泊在阿木家门前的石码头上，许多人在巷子的那头远远地看到了花狗。花狗叼着烟，正从石码头上一级一级地爬上来。人们对花狗在这个时候的出现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，因为林瑶正站在码头上。众所周知，林瑶傲慢的厉害，除了阿木，几乎不把村子里的人放在眼里。花狗好几次在半道上截住林瑶，拿林瑶搞笑，效果都十分的不理想。花狗是村子里著名的智多星，可是不管花狗如何在林瑶的面前巧舌如簧，林瑶都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不等花狗说完，林瑶的鼻孔里就对称地喷出2股冷气，一副看他不起的样子，转过身哼着小曲儿走掉。花狗当然想争回这份脸面，屡战屡败，却又屡败屡战。人们远远地看见花狗爬到岸上来了，慢慢走进了林瑶。许多人都看见花狗站到了林瑶的面前，把烟头丢在地上，踩上一只脚，在地上绊了几下。出人意料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。人们都以为林瑶会傲气十足地掉过脸去，像头顶上的2只蝴蝶那样飘然而去的。可是没有，花狗的嘴巴刚动了2下，林瑶的身体就像过了电一样正在了那里，2只尖头急速地耸了一下。最让人吃惊的景象终于发生了，林瑶抱住头撒腿就跑。林瑶逃跑的样子绝对称得上慌不择路，他居然没有看清自家大门的位置，一头撞在了围墙上。他那种慌不择路的模样，像一只误入了教室的麻雀，为了逃命不顾一切地往玻璃上撞。花狗站在原处没动，重新点了一根烟，微笑着走向了人群。大伙儿围上去问花狗：“你使了什么魔法？怎么3言2语就把林瑶摆平了？”花狗一个人先笑了一会儿，伸出一只拳头，把大拇指和小拇指翘出来，说什么3言2语，6个字，就6个字，我就把他打发了。傲什么傲？这下看他傲。花狗长长的嗨了一声，说：“还城里的呢，还林瑶呢，猪屁，和梅香一样，镇上的古桶匠鼻涕虎的3女儿，虚扣子，什么林瑶，全是他自己瞎编的。撒谎的时候倒不呆，刚才一见面，我只说了6个字，鼻涕虎许扣子，呆掉了，路都不认识了。傲什么傲？这下看他傲。”整个村子如梦方醒，人们表现出了应有的愤怒。许扣子说什么也不该欺骗乡里乡亲的，就连小学里的学生们都表达了他们诚实的热情。他们在放学的路上围在了阿木家的天井四周，用他们脆亮的童声齐声叫：“鼻涕虎许扣子，鼻涕虎许扣子。”他们只能这样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。临近春节，人们在镇上赶集的时候听到了一则好玩的事情，当然是关于许扣子的。现在村子里的人在赶集的时候又多了一分趣味了，打听打听许扣子的过去，摸一摸许扣子的底。许扣子好玩的事情实在是多。根据许扣子的邻居说，许扣子蛮有意思的，都这个岁数了，天冷了还在被褥上画地图的。画地图是一个有趣的说法，其实也就是尿床。许扣子尿床的事理所当然被带回了村庄，可是大伙儿并没有太当回事。事情当然是好玩的，不过发生在许扣子的身上，说到底也就顺理成章了，也就正常了。没有想到阿木在这个问题上死了心眼儿，谁能想得到呢？否则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事。那一天其实很平常，中午过后，花狗从阿木的天井旁边经过，阿木正在天井里头晒太阳。花狗看见阿木说：“阿木啊，太阳这么好，还不把被褥拿出来晒晒？”花狗其实是好心，正像花狗所说的那样，要不然阿木在夜里头又要湿漉漉的了。阿木听了花狗的话，站在天井的正中央愣了老半天。阿木红着脸小声说：“没有。”花狗说：“阿木，你可是从来不说谎的。”阿木闭着眼大叫一声：“就没有！”
花狗正在笑，突然发现阿木已经不对了。阿木涨得通红的脸膛都紫了，额头上的青筋和分得很开的眼珠一起爆了出来。花狗看到阿木发过无数次的脾气，从来没当回事，但阿木这一次绝对有些怕人。花狗怕阿木冲出来，悄悄就走了。走了很远之后，还听见阿木在天井里狂吼：“没有！”林瑶这时候从卧室里出来了，看见阿木的手上拿了一根扁担，歪着脖子，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用发了红的眼睛在天井里四处寻找。林瑶不知道自己的相公发生了什么事，四周又没有人，因而阿木的寻找也就失去了目标。林瑶走上去说：“相公，什么没有？”却被阿木一把推到了墙上，又反弹了回来。阿木一点都不知道睡在地上的林瑶后脑勺已经出血了，他的眼睛还在找，他终于找到家里的鸡窝了。阿木扑上去，一脚踢飞了栅栏，挥起手里的木棍，对着老爹的几百只母鸡下起了杀手。几百只母鸡受惊而起，连跑带飞，争先恐后，它们冲进了天井，满天井炸开了母鸡们的翅膀，鸡毛和母鸡的叫声四处纷飞。阿木对着漫飞的鸡毛尖声喊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就没有！”